当耐力不是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极限和你现在的稳定输出的配速是成可量化的关系的。这是上周的内容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17号星期六，又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距离大阪半程马拉松还有1周零1天。好消息啊，直通了上海的半马，昨天报名直接就是以中签支付，但是一高兴忘了用浦发银行的卡了。他们说用浦发银行的卡能便宜60块，但是没关系。我据说那个比赛水平挺高的，我得全力以赴才能有机会拿到直通上马的名额。看这么多人周六的早训练，哦，要准备照相了。今天又穿上了又穿上这双 Cloud Boom Strike， 但是天冷和热的时候，同样的鞋不同的感觉。昨天突然天气升温了，所以今年的目标赛事可能会有所调整，就是上海的半马肯定是半马的目标赛事，那全马就要看是北京还是上海。当然大阪这一场也是会认真跑。这样的话，今年的大阪半马和全马就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检测，跟去年的心态不一样。去年的心态是大阪的半马跑完，今年就没有半马比赛；全马跑完，今年就没有目标的全马比赛。我觉得那样想也会影响自己的训练和发挥，导致你看去年我在年底去跑北马的时候，心态一直就是比较随意的。335何キロ？10キロ。はい。行き。オッケー。リさん、イエイイエイイエイ。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じゃあ335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、335でリさん大丈夫です。跟他们跑10公里。走。3378，再次。到，到，太小玩了，前几公里跑不动，都338左右，从5公里之后才加起一点，最后了冲干。到，上公里328，最后1公里。
到了3分26最后1公里。哦，还到大概上，来走，还到。来次，我才说在3秒啊，哦，早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あ、来次ありがとう。お疲れ様です。余裕っすね。35分47，可以啊。还到那个啥，袋子。啊，袋子，那个啥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，再次。哎，小伙伴们，看看成绩啊，10.01公里，35分47，平均配速3分34。其实10公里想跑进36，就是35分台吧。3分36的配速就可以，就是我2024年前年的大阪半马的平均配速。这次跑以后觉得可不可思议了，因为你想啊，连续2个35分多的10公里。我觉得就再也不可能 PB 了。谁知道去年的半马，其实现在再想去年那个半马，高兴是高兴，但是就感觉爆发的太早了。爆发的太早了。因为对普通人来说，半马跑到1小时13开头，从小没练过，尤其是练得比较晚。我30岁之前，我29岁才开始运动，之前一直没有运动基础，而且特胖，所以会觉得昨天跟公司，我们每周5下午有个例会，就聊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。跟公司的小伙伴们聊，也说，就到了40岁，这最明显的吃饭都不香了。来次，哇，好快呀！一马当先，这位女士下周也要参加大阪女子国际马拉松，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，对不起，应该是他们每年都参加。到，来次。但是今年从名单里没看到田中女士，不知道。来次，所以爆发的太早了，就很忐忑。因为普通人想73分钟开头，我觉得那就是多少呢？就是事实上得跑3分29，那又是一个坎儿。就我们老说，其实这1秒2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坎儿上。就比方说马拉松2小时50，2小时50那就是4分，就是3分39。你想3开头和4开头它就不一样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这就是心态。我那半马也是，你想3.3几和3.2几它就不一样了啊。训练负荷中等，训练重点阈值，最快1公里3分25。录一个训练感受啊，有些累。意料之外的跑了一个10公里的速度，虽然不是这种比赛的速度，但是起来空腹的晨跑还是很可以的。我觉得对下周的半马有一个信心吧。今天穿的是昂跑，平均配速3分34，平均心率170，最大179。我们看看单圈，大家就知道这次为什么不好弄。还有就是累计爬升2次那个的话，差不多是36米。那个坡挺高的，你们看这个波峰，这2个坡能看出来，瞬间很陡。平均步频208，步幅1.35米，垂直振幅比4.7，垂直振幅6.4厘米，触地时间163毫秒，532千卡。看看啊，单圈数据，第1公里只跑了338，大家都跑不开。第2公里337，跑完前2公里，尤其是第2公里就是上坡了，我们都有些累。我跟田宫先生在藤冈先生和田中先生后边都觉得有点追不上。第3公里更慢，3分39，第4公里3分34，第5公里3分33，第6公里又慢下来了，3分37，第7公里3分38，第8公里3分32，第9公里3分28，第10公里3分26。就是它不是一个比赛配速，就是
平常跑，这公里快了就快点，这公里慢了就慢点。行吧，我再搜个星，然后咱们慢跑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又冷身了5公里结束，5分04。就是你跑完强度课，除了那种长距离的那种特猛的那种，一般的就是你的冷身就不会太慢，你就收不住了。身体这系统很奇妙，就调动起来了。明天下午的会员节目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能量胶比赛中怎么用、干嘛用、怎么吃，还有我的经验心得。明天下午上线。这次的会员节目，我觉得我的内容说的还不错。刚才我跑那1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去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一起跑了一个3分38的10公里，3分38我就很轻松愉快。然后今天这个3分34，我就会有点累。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前2公里跑得比较慢，但是不止前2公里，前几公里都不快，因为不是故意跑慢，是我感觉前2公里跑3分38、3分37、3分39。比最后这个3分28都觉得累，就身体没调动起来。当然了，你这东西你不能违反客观规律，你整体的平均配速是多少，那就是多少。所以我就刚才在跑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个配速在3分55、3分50、3分45、3分40、3分35、3分30，甚至再快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它。就好几次会员节目里我跟大家分享，明天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斜率是一样的一个负荷的上升，或者说体感，所以我们练的是什么呢？我刚才跑到后半段，我在想，你说像练到我现在这水平啊，如果我跑一个3分40的半马，那就应该是就是全马的一半，因为轻松加愉快的感觉。如果跑3分35。我应该就要拼一拼，3分35应该就进了1小时16，就应该拼一拼。你别看1小时16跟1小时14差2分钟的，但是其实你想就差了几秒，就差了5、6秒，21公里嘛，1公里差5秒的话就将近2分钟。但是这5秒其实有时候比你不能说比登天还难，但是确实是挺难的。就快这一点儿，你感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就跟我跑10公里一样，你说也让我跑3分35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晨跑。那你要是让我去参加比赛跑34分30，就跑进3分30的配速，哎呦，那这一场完了以后就基本上全力以赴了，到最后就已经上半身已经晃悠了。那我们练的是什么呢？练的其实就是这一点。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说，现在发生在3分35到3分25之间。如果是半马，如果是全马呢，是在3分45到3分35之间。那前些年对我来说，那半马就是3分45到3分35之间，就完全错10秒，就慢10秒。那我要做的是什么？我就是再往前练10秒。其实这个事儿就变得既复杂又简单。你看，再往前练10秒，那就是现在我平常适应的有氧跑是，假设是4分20，最近的有氧跑基本都是4分20。那慢慢的变成4分10，但是这从4分20到4分10，并不是说我每天原来跑4分20，现在每天跑4分10就行了，它是要往前练。就往前练是什么意思？就跟其实就我老举的例子，就跟压腿似的。这能1字马的人，他的筋的极限绝对不是1字马，他才能够就是一下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一个道理，马拉松也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就是那天上周末的会员节目，我觉得当时那位小伙伴跟我聊完以后，我想到那个话题，对我的启发特别大，就是拉上限，就是你练到一定程度，当耐力不是问题的时候，或者说带引号的不是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极限和你现在的稳定输出的配速是成可量化的关系的。这是上周的内容，所以这事儿就变得既简单又复杂。复杂就是不好练，简单就是有目标。你们在这条大马路边就特别吵，因为这边其实电车非常少，还都是油车，他们还特爱玩摩托，然后这边也没有电动车，所以车的声音就特别大。
我刚来那天早晨往大阪城跑的时候，我感觉车开那么快呀，但是仔细看也不快，就是因为声音大，那种呼啸而过的感觉。那时候在北京电车已经很多了，就听不到那种呼一下那种感觉了。你看，吼，行吧，今天刚刚日出没多久，今天本来计划的是一个20公里，最后加速，但是叫什么？随机应变，赶上了就干。下周比赛穿什么鞋我还没确定，因为一到冬天，就是这双鞋，我老跟大家说这双鞋特有劲儿，这双鞋。但是，一到冬天，鞋底的泡棉就普遍都会比较觉得硬，反而可能穿那种软弹的鞋，也许更适合这种天气。我还没想好，现在在它和6E，还有惊叹，还有Pro 4这4双之间在做决定。这次半马就随心所欲的穿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今天下午直播间还有明天，再见。